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2025年诚意3部古装大剧来袭，你最期待哪一部？粉丝直呼等不及了。说明年，也就是2025年，对于喜欢看古装剧的朋友们来说，可能会是一个相当热闹的年份。这其中，演员程毅的名字被提起的频率尤其高。他手里攥着3部已经拍完，就等着播出的古装大剧，分别是《富山海》《长安24记》和《狐妖小红娘》王权篇。很多人可能觉得，演员一年有好几部戏播不是很正常吗？但仔细看看这3部戏的类型和配置，就会发现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这更像是一次精心策划的亮相，3部剧，3个完全不同的方向，摆明了是要向观众和整个市场全方位地展示一下自己的能耐。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门道？咱们今天就用大白话好好的聊一聊。首先来看看第一部《富山海》。这部剧一听就是一部正儿八经的武侠剧，改编自著名武侠小说家温瑞安的作品。对于程毅来说，演武侠可以说是他的拿手好戏。从前几年让他一炮而红的《琉璃》，到去年夏天火遍大江南北的《莲花楼》，他在古装剧里那种飘逸潇洒的打戏，已经成了他身上一个非常鲜明的标签。他的动作戏不是那种硬邦邦的拳拳到肉，而是带着一种像跳舞一样的美感和节奏感，看起来特别舒服，特别有侠的味儿。所以说，推出《富山海》这部剧，第一步棋走得非常稳。这就好比一个特别会做红烧肉的大厨，新开了一家饭店，招牌菜肯定还是红烧肉。这是为了告诉所有老顾客和新朋友，我最擅长的东西不但没有丢，反而练得更好了，你们可以放心的来。这一下子就稳住了他的基本盘，让喜欢看他演大侠的观众心里有了底。但是，如果只是单纯的重复自己，那就没什么意思了。这部剧最让人期待，也最考验演员功力的地方，是他一个人要演3个角色。一个是从现代穿越过去，有点迷糊但心怀善念的普通青年萧明明，一个是成长为一代大侠的主角萧秋水，还有一个是书里武功盖世、心狠手辣的大反派李晨舟。这可就厉害了，自己演自己，自己演自己的偶像，还要演自己的死对头。这就要求演员在镜头前的能瞬间变脸，前一秒还是个懵懂少年，后一秒就的是气场全开的武林霸主。这难度可想而知。如果演好了，那大家对他的评价就不再仅仅是打戏好看了，而是会真正认可他的演技，觉得他能驾驭非常复杂的角色。所以说，富山海看似是在他最舒服的领域里，实际上却是在这个领域里挑战了一个最高的难度，是在告诉大家，他的拿手菜也能做出花样百出的满汉全席。聊完了这部稳扎稳打的武侠剧，我们再来看第2部《长安24记》。如果说富山海是巩固阵地，那《长安24记》就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冒险和突破。这部剧的类型是历史权谋，讲的是朝堂上的勾心斗角和智力比拼。程毅在里面演的是一个叫谢怀安的谋士。这个角色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？是零武力值，说白了，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，一点武功都不会。这就非常有意思了。他把自己最被观众熟知和喜爱的武器漂亮的打戏给完全放下了。这就好比一个100米飞人突然宣布要去参加围棋比赛，他跑得再快，在棋盘前面也派不上用场，一切都得靠脑子。他所有的表演都得集中在眼神的变化、脸上一闪而过的细微表情，以及说话的语气和停顿里。这对任何演员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。更关键的是，跟他搭戏的都是谁呢？
刘奕君、王劲松、倪大红这几位老师可以说是电视圈里公认的老戏骨，是演技的保证。跟他们一起演戏，尤其是在那种你来我往、话里有话的权谋戏里，压力是非常大的。你说的每一句台词，做的每一个反应，都得接得住对方抛过来的戏。稍微一分神，或者功力差一点，就会显得特别格格不入。所以演这部戏对程毅来说，就像是一场大考，考官全都是最顶级的教授。他选择接这部戏，目的性非常强，就是想证明他不只能演仙侠、武侠，也能演沉得下心来的历史正剧。他想撕掉大家印象里古偶小生的标签，往实力派青年演员这个方向上迈出最坚定的一步。这一步如果走成功了，那他收获的就不只是粉丝的喜爱了，更是整个行业和更多普通观众对他专业能力的认可。最后，我们来看看第3部《狐妖小红娘》王权篇。这部剧的分量又不一样了。《狐妖小红娘》本身是一部非常火的国产动漫，粉丝基础极其庞大，可以说是很多年轻人的童年或青春记忆。程毅要演的这个角色王权富贵，在原作里更是人气高到不行。他那句“如果我们能活着出去的话，万水千山，你愿意陪我一起看吗”，是无数粉丝心中的经典台词。接下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角色，可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。好处是这部剧自带热度，根本不愁没人关注。但坏处是原著粉丝对这个角色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和固定的想象，他们会拿着放大镜来审视你的表演，你的一举一动、一颦一笑，是不是他们心中的那个王权富贵，会直接决定这部剧的口碑。再加上这个系列的前一部月红篇播出后，市场的反响和口碑并不算特别理想，这就给王权篇带来了更大的压力。程毅能不能演好这个角色，不仅关系到他自己，甚至关系到能不能为整个狐妖影视化系列挽回一些声誉。所以这部剧考验的是他作为一名演员的市场号召力，以及他能不能扛起一部顶级商业大制作的能力。这已经不单纯是演戏了，而是要承载一个知名 IP 的重量和无数粉丝的期待。如果他成功了，那就证明他不仅有演技，更有巨大的商业价值，能够在最主流、最受资本青睐的市场里站稳脚跟。所以你看，这3部剧放在一起，它的逻辑就非常清晰了。富山海市基础，用最擅长的武侠来稳固粉丝，同时挑战高难度角色，证明演技深度。长安24记是突破，用严肃的历史证据来冲击口碑，谋求行业内的认可和地位的提升。王权篇则是市场检验，用顶级的动漫 IP 来证明自己的商业价值和抗拒能力。这3部棋，一部扣一部，涵盖了武侠、权谋、玄幻3大古装热门题材，分别对应了巩固、突破、商业化3个不同的目标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多拍几部戏了，而是一个演员对自己未来道路非常清晰和长远的规划。2025年，这3部剧播出之后，程毅究竟能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？他走的这3步棋到底成功了没有？我们作为观众，到时候可以一起见证一下。